眼下流民太多，恐慌生乱，快去请示何大人，看要如何应对此事。是。娘，哥，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还好郑良跑得快，排到了前头。这米铺的价格啊，半个时辰之内就涨了4、5成，这都没个头了。哎，让老百姓可怎么活呀？知和知府啊，已经派了衙役来磨坊通告。此次矿图暴乱，祸及宁国、徽州，更有沿河倭寇趁机各处掳掠，进出徽州城的商道也断了。何知府已号召徽州商户与府衙一道，施粥济困，安抚流民，共度难关。磨坊那边怎么样了？您放心吧，磨坊这边先前接下的订单，我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材料，物品交付不成问题。听说这次七帅会调兵前来平乱，想必此事也拖不了多久。正好，我趁现在回来好好陪陪娘，陪陪爷爷，还要跟我那位出事的侄子好好说说话。这段时间我来守夜，娘，您也少出门，要出门一定喊上我。这娘，主宅那边怎么样了？大伯娘那边也派人买了吃食米粮，除去施粥那部分，节省着点，熬过半年不成问题。别担心了啊。哥，吴公子来信了。小点声。本昌老弟，之前说的事情我已经找到门路，你且静待佳音。令老弟前番之疑问，我已经派人经户部查明。那79原名王福全，北地人士，家中5福俱丧，于嘉靖39年入七帅军中，并无可疑之处，无为是。北地，嘉靖39年，那岂不是？文尚，你还记得我们是哪一年搬进这个宅子的吗3年前骆家倒了嘛，骆文松想跑没成，死了。他家老二倒是跑了，不过说是也死在了北地，咱们这才搬了进来。一会儿你去驿馆，将我这封信送去南京。送了信，你再去趟府衙，找和咱们家交好的张衙役。找张衙役是？找他把嘉靖39年骆文谦的海捕文书调出来。是。此次邀各位磨坊长士前来，想必各位已经知道缘由。近日矿图暴乱，咱们的原料运不进来，磨运不出去，徽州磨业又遇一场难关啊！三爷，你老见多识广，依您看，这般局势何时才能好转些啊？现如今这场暴乱，大抵也是因为入了冬，越发缺衣少食所致。只怕不到开春，都很难好转。各位叔伯，我听闻此次暴乱，七帅将派于将军前来处置。况且何知府素来爱民，又与于将军私交甚密，各位叔伯也不必太过于担忧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之前闹松瘟，各家都还没缓过劲来，现在又闹这么一遭，外头的原料进不来，什么都得涨价。大磨坊或许还能够撑一撑，我们这些小磨坊怎么能熬得过去啊？依真娘所见，如今当务之急是要将这些原材料的价格稳定下来。我们向来跟松材、胶材还有药材商是相互依存，所以胡会长还得劳烦您，请您出面联合一下这些商户们，看看可不可以把这几个月材料价格稳定下来，这样也可以让大家撑到开春。真娘这话有理，涨价虽能让原料商熬过一时，
但我们这些磨坊倒了，终究对他们无益呀。正是正是，我稍后就去。这况且每次暴乱，各行各业最怕的就是大商户趁机降价，以低价来击垮兼并这些小商户们。现在这样的情形，怕就怕会有人动了歪心思，才是整个末业的祸患。不错，会长还需拟定一则约定，非常时期，各家墨轩不得借机挤兑同行，需共度难关。只怕到时候我们肯听命，却有人不愿守约。老爷，这是吴府专门差人送来的木雕，你看这雕工，真是精致啊！咱这俩孩子呀，算是有出息了，和吴府的公子称兄道弟，人家还送了这么大的礼。哎，恭喜！等一会儿，你的2个宝贝儿子回来，你好好问问他们，看看他们在外面到底干的都是什么勾当。这是爹，回来了，木雕送来了。你俩好大的胆子啊！你们给我过来！哎，你们在外面不好好做生意，都干了些什么？说。爹说的是何事？孩儿不知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别动手啊！怎么了这是？你说你妹妹叫你到南京去，你本应该好好做生意呀，你怎么能干起通贩的事情来了？通贩，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呀，老爷。爹，您怕什么？这条路上下我都打点好了，守备公子都与我在同一条船上，只要守备不倒，我们便万无一失。再说，若没有点风险，如何能赚到大钱？那田家供墨的名头还不够你赚钱的吗？供墨名头再响，田家也不过是一介行商，能做出什么大名堂？华儿在京城混得再风生水起，不也没能替咱们家拿下公主府司墨吗？以后我不再当低人一等的行商，我要给自己争一个御用监的官位。什么供墨司墨，以后不再做受人摆布的参选人，我要做制定规则的官家人。那官场是好入的吗？啊？那骆家的下场，你难道不知道？爹，您怎么上了年纪，胆子也变小了？结交官宦权贵为田家所用，这不是爹您一直想走的路吗？孩儿只不过是想往前再多走一步，赚钱给自己捐官罢了，又有何不可？我问你，如果外面那些暴乱不平息的话，生意又不好做，你通贩投入的那些银子，你怎么才能挣回来？这矿途暴乱对别家是祸，可对我却偏要借一借他的势头。城外作乱之人越来越多，流民也急着要进城，形势眼见着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那城外的商路呢？除了咱们靠着七帅的名头，一时还无人敢惹。城中的大小商户无一敢诱惑出城。
商路几乎算是断了。萧琪有回信吗？官道没人赶走，就算萧兄弟有信儿，怕是也得缓2天才能送到。不过，今日弟兄们听说田本昌与田本胜都回了徽州，不知是有什么打算。派几个兄弟盯着他们，有任何消息，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等等。哎。你出去到城，把徽州的情况告诉于大将军，唯有尽快派兵平乱，才能解了这城的一个困难。是。真宁，七九，真宁，你怎么来了？现在外面不安全，我不想你一个人走路。喏，还热乎的。真宁，这里离城外还是近了些，不太平。要不这样，明日呢，我叫人把八爷还有伯娘一起接到城内如何？大伯娘也是这样说的，可是爷爷跟娘觉得太麻烦了，而如今嫂子大着肚子，不宜挪动。这里有官府看着，安全我倒不担心，只是如今外面不太太平，商路不通，这磨坊好不容易好了一些，如今又要苦苦支撑了。我倒觉得商路的事情你不用发愁。我易后生虽然不及往日，但还是有些人脉的，我可以帮你把墨运出去。我正想跟你商量此事呢。这李磨前番有事则磨打开销路，勉强还能支撑，可其他的磨坊，若是易后生有能力将货运出，我愿意匀出一些名额让给其他的磨坊，你可愿意？你若是愿意让利的话，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啊。可是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，现在外面暴乱，少则数个月，多则1、2年，你真的要白白的把这运墨的份额让给他人？之前李家做在和睦的时候，大家都出手相助，这份恩情我总归要还的。再说，这次去了南京，我见到了天南地北的制墨人。我才真正的意识到，什么叫做徽墨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此番困境，若是其他的磨坊都支撑不下去，而李墨有幸能够撑到最后，那也难挽徽墨颓势，难道不是吗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哪句说的不对吗？说的非常对。我呢，就是以小人之心夺了君子之腹。甄长士果然是胸怀大志，其貌自愧，配不上你。我明白了。别在这儿吃了，回去吃。累吗？不累，你轻得很。你得多吃点，知道吗？我吃的还不多呢。你现在已经不是李真，你现在是甄长士，你要多吃点，你的身体才能扛得住这李家墨业的发展。走。你慢点跑。小希，你可看清楚了，他们这船确实有破绽。千真万确，不仅运货的人遮遮掩掩，整艘船都甚是可疑。虽说乍看之下与商船无异，但有一处，工人们运水和粮食上船之时，我留心算计过，整艘船的存水和粮食量足以让船上的人生存几月有余。如若只是南下泉州等地，只需半月即可，何须如此之大的储备？
所以说，田家的货船远洋航行，暗中通番，8九不离十。只不过田本昌实在谨慎多疑，所以没能拿到实证。如今匡图暴乱，断了商路，田家2兄弟回了徽州，短时间内怕是不会再有大的动作了。好啊，田家敢暗中通番，敢暗中通番，我们一定有迹可循。小齐，你跟踪他们数月，能否确定这批通番的墨是出自何处？他们田家胆子就算再大，应该也不敢在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开磨坊。我看这批墨，应该是从徽州运去南京的。就怕他们不在徽州做，只要做了，就一定有破绽。我们仔细查便是。哎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掌柜的，我求求你，宽限3日。给我站！2日，还请我2日，就2日。还2日？你就是今日把钱还上，这铺子现在姓田，岂能还挂你潘墨的招牌？二公子，你们家也是做墨的，你可知道，磨坊的你们还是织墨人的命啊！起开！你不能扒着我死肉上逼呀！你潘家自己赔的生意也是我逼的。他把磨坊抵给了钱庄，我田家光明正大从钱庄手里把这个铺子给买了下来，于法有据，于理无亏。潘掌柜，这牌匾既是你的命，那就拿回去，收好。我说田老板，要不是你们田家不守文会约定，一日一日的降价挤兑同行，这潘家会这样吗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太欺负人了。你，还有你，我记住你们。有时间替别人出头，不如多为自家磨坊做打算。潘墨只是开头，你们小心了，说不准明日拆的就是你们家牌匾。让开，让开，快让！我说潘掌柜，潘掌柜，大娘，劳烦您让一下，看，给人店都办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徽州的地下磨坊，他田家以墨通番，这批墨一定不会在他田家自己的磨坊里做，所以我断定有其他的地下磨坊。阿姐，你在徽州的眼线比我多，那么查起来可能会更快一些。加上，如果用阿姐的名义去查，也不会引起他田家的察觉。这2天我倒是听手下的伙计说，田墨趁乱打压墨价，挤垮了不少的小磨坊，都收到了田墨的名下。或许他是想利用这些小磨坊，掩人耳目，暗中作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劳烦阿姐了。我可以帮你去查。我这还有一事要跟你说。这是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有人在查你的底细，怕是田家所为，不得不防。可是当年于大将军和阿姐把我的身份、机关信息摆得天衣无缝，想必就算他要查，短时间之内也不会露出破绽吧。话虽如此，但谨慎些总是没错。
你要记住，你的身份不能给戚帅带去任何麻烦。戚帅、于将军，还有阿健，对我都有再造之恩。戚就纵死，也不会牵连你们半分。不过，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，还请阿健按照我们事先约定的去做便是。还在担心潘墨的事儿？不光是潘墨，如今徽州除了田家，其他的磨坊都快撑不住了。胡会长怎么说？这田家虽然坏事干尽，但所做之事毕竟没有犯律例。这胡会长跟三爷爷只能设法请严大人出面，同田家商议了。你家现在的情形如何？不太好，苦苦支撑着。若是田家有意打压，一日日的降价，怕是也撑不了多少日子了。爷爷，如今不光李默，陈默也是一样的。我想这田本长，就是想趁着这次暴乱，铁了心要将徽州所有的磨坊打压。今日听闻，于将军已到徽州开始平乱了。真的？城外已安营扎寨，想必不会有假。这次墨叶危机始于暴乱，若是平乱顺利，通了商路，那想必田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明日你再去找陈三爷爷合计合计。一家磨坊扛不住，陈李两家联起手来，田家多少有些忌惮。好，我明儿就去。陈娘，别板着脸了，一会儿见到你娘，那她该担心了。哎。田怀安、田本成，你们王八羔子，你三爷爷来了！姓田的，你们祸害了潘家，又来祸害陈家，你们做梦才几年啊？想跟你陈三爷作对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田本成，赶紧给你那个忘恩负义的爹，给你三爷爷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徽州磨业传承100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种见利忘义的败类。滚出来！让一让，爹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！你就算骂破天啊，你就算再骂他1年，他们依旧也是死性不改啊，爹。算了，不行，哎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哎呦！打倒！姓田的，听着，你们不过是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的家奴，也想打你三爷爷的心思，做梦！老爹，让一下，三爷爷，君山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丫头，你来的正好，爷爷喘口气儿，你替我把那些缩头王八羔子给骂出来，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儿。好了，爹。真娘，昨日田家将苏和油墨降价了4成，原本订凌云墨和世子墨的所有商家全都转头去订了苏和油墨，我们也是花高价买的油和胶啊，现在账面转不动，我们也是扛不住。我爹胸里憋得慌，你看我没看住他就潘三爷爷，如今李墨的世泽墨还有七烟古墨跟陈墨是一样的，我本来想找您商量一下，没成想您在商量没用，就得把这些王八羔子给骂出来，当面给他们算账。
对，天怀安、田本成，你们这些徽州末野的败类，给我滚出来！不出来是吧？你们躲一日，我就在这骂一天。只要有我陈三爷在，你们就彭家好过一天。三爷，郑长史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潘掌柜投新安江自尽了，连遗体都找不着了。潘家妻儿哭到文汇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你们替我接着骂，快！我也去，我去。三爷，上午就是那个畜生，批着说这个出来了，把他弄出来，算了，他害的，就是吧，这是投桃司机。几辈子的潘家磨坊被占，我家老爷不得善终，现在就留我们孤儿寡母。胡会长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潘夫人，若不，三爷，郑长史，珊珊，真娘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真娘，我分明已向严大人告了田家，严大人虽说为难，却也不能放任此事。若是潘掌柜能再等一等，我爹本来听了会长您的话的，可田家派人上门，他们不停地找我爹的麻烦，我爹实在忍不下去。败类啊！珊珊，莫怕。胡会长，眼下您打算如何？又能如何呀？先召集末野众人为潘家筹些银两，把后事办了。咱不能让潘家的妻儿生计没着落，这剩下的事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胡会长、三爷爷，我们退一步，田家必会欺我们2步。若是再这样下去，到最后我们只会坐以待毙。如今，我们不能再让田家的恶行继续得逞下去。可是真娘，田家现在是顺风顺水，连严大人都无计可施。你说我们能如何呢？如今崩乱未歇，唯有出城，请于将军出面，为我们徽州的商户开商路护航，方有回转的机会。郑长史，你是女子，可能有所不知，这士农工商商人历来排在4民之末，我等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怎敢请官兵替我等效力啊？黄掌柜，我们凭自己的本事做生意，我们给朝廷交赋税，为军队供军饷，连祁东家都在我们此处筹办军资，谁又敢说我们商人会低人一等？可自古以来，哪有商人敢跟官兵谈条件的？又哪有官兵为商人的商路护航之事？闻所未闻，闻所未闻。郑长史，不是我说丧气话，就算你有这个心思，恐怕也是连军营的门都进不去，更别说亲见于将军替徽州的商户说话了。可若是我们不去议事，又怎知结果会如何？如今潘掌柜尸骨未寒，无论如何，这样的悲剧都不能再次发生。各位叔伯们，这人人都说，七帅麾下的将士们，个个为百姓着想，又怎会因为我们商户是4民之末，就对我们弃之不理？这凡事都讲不过一个理字。况且真娘相信，于将军也是通晓大义之人，真娘愿意一赌，替全徽州的商户向于将军请命。七九，你这是要做甚？于将军容禀，七九自知私带外人入营，违反了军纪，甘领责罚。但此事非同一般，还请于将军听真长史一言。于将军，来人，将七九拿下，把这女人轰走。将军，此事跟祁东家无关。
民女今日之举确实多有冒犯，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还请您看看此物，这是徽州明末潘家磨坊的牌匾。如今商路堵塞，田家身为固墨之家，趁此危机无理降价，兼并小磨坊，致使潘家掌柜不堪负债，投了西安江自尽。你想说什么？请将军开恩，为徽州商户开一条救命的商道。非本将军不愿，如今东南有倭寇，北方也不太平，各地暴乱，匪患不断，将士们平乱已经耗尽了力气，再也分不出兵力了。民女知道将军的难处，可百姓都言您人廉好施，一心为民。我想将军也是不愿意看到徽州城中的百姓为了活命，一个个都变成作乱之人吧？此话怎讲？民女听闻，此次暴乱的起因是原本安分守己的矿工，因不堪地方官府苛捐杂役、压榨盘剥，为了活命，不得已才作乱。当然，这其中自然也有刻意煽动、故意与朝廷作对者，而大部分的人不过是为了讨一口吃食，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营生，一个可以安居、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。将军，民心不稳，乱是永远平不完的。商路一通，城中的商业便可以正常运转起来，而商铺自然可以容纳城外的人们来做工，给他们银子、钱粮。他们有了容身之处，谁还会拼命与朝廷作对呢？其中利害关系，还望将军三思。易将军，此举可以避免战争厮杀，捕匪刀枪不见血，便可获得千万的民心。还请于将军三思。说了这般多，你可有法子呀？啊，我倒是与阿姐细细的聊过。这被堵的商路，只在徽州南端的一截而已。这兵力嘛，倒是不用动用的太多。七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早早的磨损本将军！不敢。不过，戚家军剿倭寇、平暴乱，为的也是民呀。镇长是于某一心平乱，只知兵略，对徽州的民生远不如你了解的多。这样，你跟七九先回去，此事我自会与七帅商议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回吧。哥，张衙役翻遍了衙门的案牍库，竟找不到当年通缉骆文谦的海捕文书了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。今儿一早，南京回信了，不止徽州的海捕文书没了，就连刑部也被人动了手脚。吴守备的人翻遍了整个档案库，也找不到一张骆文谦的画像。那岂不是无处可查了？查不到，便说明确有问题。哥的意思是，若我猜的不错，这一次我们可一举两得，先将那七九拿下，再向吴守备递上一封他等了许久的投名状。廖大哥，货物都已经清点好了，
这2辆车一共是15箱，加上之前已经交接的，一共是20辆车。后面的商路就辛苦您了。姑娘放心，各位掌柜、掌事放心，于将军已经下了军令，这批货物包在我们身上。有劳了。高僧，有劳将军，有劳。出发。我就说过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阿姐，查了半个月，终于有消息了。3个可疑的磨坊，我已经布置人盯着了。只要他田家的人一出现在那儿，我便可以抓到他通番的证据。阿弟，你不能再查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来看看，这是刑部咱们的人送来的。这是兵部的，还有这些是北地辽东都司送来的消息，他们都在查你的身份。田本昌何时这般手眼通天？查你们的人不是他，是他背后的靠山。南京守备，侮辱。田本昌把对你身份的怀疑，变成了一封投名状，送给了侮辱。你也知道，侮辱和戚帅在朝中不睦，有了这个可乘之机，他们就是掘地3尺，也要挖出你的身份，借此事好告戚帅包庇侵犯的大罪。可是刑部对我的害部文书1张都没有了，整个徽州府我们都找过了，1张都没有，他还能找到什么证据？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侮辱所能调动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他不亚于戚帅。好，我们退1万步说，即便找不到海捕文书，那你初到北地时见过你的那些人，还有你在京城读书的那些同窗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人证。这要是1、2个人，我们可以应付得来；要是把他们都聚到了一起，你有几张嘴可以争辩？此事我跟于将军已经商议过了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你马上走，去安南，或者是去暹罗，总之不能留在徽州，快走！阿姐，事到如今，我就更不能走了。你不早等着他们来抓你吗？你不要忘了，起初你投靠于将军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了今日的预案。你走之后，于将军将会去府衙控告你欺瞒身份、哄骗戚帅的罪行，唯有如此，你才能活命。此事对戚帅的伤害才能降到最低。阿姐，今时不同往日。他们田家背后是无守备，就算我离开了，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不会的，他巴不得能够查出什么把柄。到那个时候，戚帅、于将军还有阿姐你，都会受到牵连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他田本昌通番的证据，才能够挽救这一切。阿姐，你想想看，通番需要打通诸多的关节。那么说明什么？说明田本昌背后的大叔就是他吴家。他现在可以调查我的身份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反其道而行，在他知道我们的计划之前，我找到他通番的证据呢？只有找到通番的证据，戚帅在御前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可是，一旦再查下去，你就再也没有走的机会了。阿姐，于将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，这些年一直是阿姐你在照顾我们。戚帅虽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但是对我恩重如山。我是可以离开，我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是我把最严重的问题抛给了你们，这样不忠不义的事情，
我祈求做不到。那真娘呢？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你为真娘想。你若下狱，必是杀头的死罪。你忍心见她替你难过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段时日我与李家，还有李真，牵扯得太深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可以一走了之，那他们呢？田本昌会放得过他们吗？只有我找到田本昌偷犯的证据，才能保住李家，也才会不辜负李真。但是在我行动之前，我要彻底的和李家、李真做切割。我得一口咬死他们是被我利用的棋子，这样才能把他们一家人摘得干干净净，请阿姐成全。祈求愿意殊死一搏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轻转眼是离，孤雁落成萍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芳，为我添妆；一抹微影，引我心上；一抹微伤，与我荣光；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，引我心上；一抹微伤，与我荣光；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，你让万物生。